太刀什么哥，今天又算是我一个圆梦的时刻啊！做这个二手车企划以来的第一次骑到哈雷，在我后面这台是俗称哈雷48，代号为 XL1200 XS。为什么叫哈雷48呢？它源自于一款1948年生产制造的一个经典车款。它最经典的是它这个小小的油箱，有点像花生米的造型，加上前后胖胖的轮胎，加上低沉的声浪，让它外观看起来像那斗牛犬一样，哇，那个很凶悍的样子。同时又有着 Bubble 那种很复古的那种风格外观，所以造就了这一款经典的哈雷。人家说全世界没有一台哈雷是一样的，我骑过这台之后，我能够体会得到，因为每个哈雷的车主啊，都会有一些想要个性化的改装。所以每个改装的地方大家都不一样嘛，所以这造就了每台哈雷都是不太一样的，就算哪怕只有点小小的变动啊，都是不一样。这台车是我一个认识蛮久的车友的，他请我帮他寄售，这也是2019年款的，它的行情一般来说现在是40几万可以买得到，那因为它改装了将近30万呢，所以它大概要卖50几万也可以买得到。如果你们看到这部影片的时候，我不确定这台车卖掉了没，如果还没卖掉的话呢，可以加入官方啦，我把链接放下方。对哈雷有兴趣的朋友，这台车千万不要错过，真的是改得非常赞的一台车。我刚一路从车主家骑上地到这边，我是笑着骑上来，那个声音实在太好听了。他要改那个电脑，所以会有那种3连拍，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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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叭那个声音，哇，那怎么形容呢？那骑上去就是很像在骑匹马那种感觉。刚才卡背，它震动感蛮大的。这个就是哈雷嘛，声音很响亮，然后吸睛的外观，骑到哪大家都要多看一下。这个车主花了将近快30万改装，当然已经跟他原本的样子呢有点差距了。原本的样子是这样子。我觉得也是蛮好看的，原本也是很有个性的。在开始介绍这台车之前，我还想跟大家快速的介绍一下我最新的摄影的好伙伴 Insta 360 Go Ultra。它的精神标语叫做小而强大。我这几天用下来，我觉得不只是小而强大，是小而超级强大。它最大的特色呢，就是可以跟它的行动舱分开，变成一个超小的相机本体，有没有？像一个饼干一样。然后它单独可以录60分钟，配上行动舱4K 可以录到170分钟。还有它可以跟我平常我的第一视角放在那个安全帽前面的 S Pro 2一样呢，有一个翻转的萤幕可以监看。而且最酷的是，它可以无线图传。比如说我在那边拍，结果另外一边呢，就可以来监看我拍了什么。甚至于呢，还可以远端回放，真的超级方便。我待会就不特别琢磨它的一些详细的功能、规格、数据等等，我把它放在荧幕上，大家有兴趣可以先把它截图起来。我觉得最重要是我使用的感受，来跟大家分享，大家就可以决定说，这款适不适合你。我觉得这款适合所有人，真的，它可以当一般的 Vlog， 而且它还可以当我的骑车的主力画面。像我平常用 S Pro 2呢，要经过一个外接的收音的麦克风，才会完整的收到音。才不会有太大的风切声什么。当然，这么小一台它没有任何接孔，但是呢，它可以透过它的智慧降风噪，它有弱跟强2档。我用强，居然还可以清楚听到我声音。当然不会像接麦克风那么清楚，但是我觉得够用。今天我会很多画面都用这台来拍摄，因为今天想要稍微轻松一点，不要带那么多器材然后来好好跟这台车享受这个今天的时光。话不多说，那我先介绍这台车。你们现在看到画面是用 Go Ultra 拍摄的画面，我们现在听一下它的声浪吧。现在听一下它这个超级销魂的声浪，来喽！我站远一点让你们听哦，我再站远一点，应该可以感受到那个声浪吧？超美妙的声音。好，然后小吹一下哈。哇，真的是超美妙的声音，好险呢！这边非常空旷。好再来呢，我来跟大家讲一下它的比较重点的改装。它的改装明细一头拉骨，大概20-30样。那目前我觉得最有感的就是它排气管。它的排气管呢，这个都检验合格了已经噪音验过了，是直接监理站自己验车就绝对没问题了。然后当然就是它的经典的 V 型双缸，光看这个 V 型双缸这个结构看了就好舒服好帅气。接着它的后欧老师避震器。它是2支避震器的，这2支价格就差不多6万块，加上排气管就10几万了。然后还有再来是它的真牛皮的座椅，它是单座椅，它原厂件都有留着的，包含后面的座椅然后排气管等等等等，它都有留着。那你们会看到这个好像有点凸凸的，有没有？这个是它贴膜，它很照顾它的爱车，所以有贴成细牛皮保护，油箱也有贴。再来还有前后轮的白边轮框，哇，这个轮框这样看起来很有个性那它有重新烤漆过，轮胎也刚换新没多久。接着呢，它有改美国高把，这个高把就是我觉得哈雷的标志之一
但我觉得不要太高，太高会手吼丢筋。我刚刚那样其实觉得还蛮舒服的，很舒服的一个骑姿。那当然它的油箱啊，原本应该要更小一颗，他们俗称花生米油箱嘛，也是它这个48由来的经典造型之一。那这个油箱大概是我记得车主说12还是13公升，至少的话可以跑远一点啦。但我觉得这个油箱蛮好看的，比例上看起来不会很大，你们觉得呢？我觉得这个整体的造型搭配起来非常帅气，非常有个性。然后这个脚踏也都改过，基本上它很多细节有改啊，防倒杆也有装，然后也有装雾灯，所以你要跑山区或是要进到山里面的夜游都不是问题的。让你的这个哈雷声浪呢响彻山间，外观呢看着就是舒服的哦。还有这个空滤，这个空滤也很明显，就一颗在那边，这个颜色这个对比啊，蛮好看的。讲那么多呢，都不急，待会我们直接上路试驾。待会这个 Go Ultra 它有磁吸的功能，我会把它连在油箱旁边，然后看一下路人看它的表情。因为我刚刚发现一路过来呢，好多人都在看这台车，应该是被它的声音所吸引啦。那个3连拍，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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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那个声音超疗愈啊！好，那待会很多画面呢，都会用这台 Go Ultra 来呈现啊。Go Ultra！ 各位，在开始之前呢，你们看这个 Go Ultra 的快拆支架，超方便，一个2用哦。它连那个行动舱跟这个直接本体拆下来的小镜头，直接都可以快拆。它后面有2个卡扣，可以卡到里面来，然后大的行动舱呢就会卡到这个支架上面，所以它这个支架是一个2用，超级方便。它这后面也有磁吸啊，怕你吸不紧的时候，万一松掉，它还是有一个基本的保障在，绝对不会让你掉。然后这边是一个开始的录影的按钮，它一个隐藏式的，但它有一个更酷的东西，遥控介质。你们看到吗？现在是没有开机的状态哦，直接按。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它直接开始录影了，完全没有开机的情况下，它就按一下，它就可以直接录影。这对我们骑机车来讲多么方便的事情哦！我都不用再去按了，我都不用烦恼，然后再按一下就关了。这个超级无敌方便啊！这根本是哦，这魔戒啊，魔戒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遥控戒指在我们心目中是魔戒的地位啊，魔戒的力量啊！这个遥控戒指真的是太棒的发明了。那开始来享受这台车的声浪吧。你们待会所有听到的声音都是经过这台 Go Ultra 所收的声音。哇，有没有很震撼的声音啊，各位？嗡嗡。然后现在开始是自动降风噪，第2档就是开到比较强的。待会看我们大概时速50、60，会不会有风切声？哇，舒服啊！这样你们声音听得清楚吗？应该还算蛮清楚的吧。好，现在上坡小吹一下哦。哇，这个扭力真的是随门随到啊！毕竟它是风灯尺嘛，1200cc 的，这个扭力一定是很强劲的。然后在哈雷本身呢有5档而已，但是我觉得它2、3档在骑又非常非常够用，在一般道路骑乘，这个扭力啊非常有感。说真的，哈雷的这个很像一台气血循环机。它其实蛮陡的，很正啊，但感觉就是这个感觉啊，就很爽啊。目前这样一路听起来收音应该很赞吧？现在时速比较慢的情况下，它收音会更紧。然后呢，它还没有录，其实它那个荧幕上方有一个红色的小点点会亮，超级好辨识说它现在有没有在录。OK， 各位，哇，这台车真的是越看越好看呐！你们看它的细节啊，哈雷的车就是看起来很粗犷，但是它细节满满呐，每个地方呢都是很有那种艺术感。我觉得骑重机就是要声浪，有声浪哦，你骑出去啊，一整天的疲惫感、不愉快、烦闷，全部都没了，都会被那个声浪所淹没。然后你看这个还可以，吸在那个油箱上面，很酷哦，然后还可以监看。
我真的觉得这个相机对我们来讲是超级好用，甚至于我要定卡在那边讲话，可能要诉说一些事情。你看，车子就是我的脚架，哪边都可以吸。旁边这边呢，只要有铁地方都可以吸，我也可以蹲着讲，完全不需要带脚架，除非是喂，你好，请问哪里？你好，嘿，是，请说。抱歉，刚好电话进来。总之，在 Go Ultra 是我目前使用起来体验非常好的一台运动相机，它的玩乐性极高啊，甚至于你们看，现在我把它移到这边来，又一个镜位有没有？这样就可以拍到我跟车子。这就是它有趣的地方啊！你就觉得说这台相机不只是一般的录影而已，它很多镜位可以把玩，很多你意想不到镜位的你都可以拍摄出来。我觉得是在 Go Ultra 呢很有价值的一个地方。再来，它还有一个很棒的超级夜景模式，像我平常用的 S Pro 2呢，它的超级夜景模式就是要手动去开启。那这台呢，竟然可以自动侦测，它直接自动帮你开启。如果光源太暗的情况下，你们说这台相机是不是很全能？好，讲那么多呢，继续骑车了，来去市区晃一下吧。Go Ultra， 这很漂亮哦，拍个照吧，按2下，哇，很方便吧？来小跑一段小山路哦。可是刚刚车主说这哈雷啊，它不能压得太下去，它的倾角没办法很大，所以我们还是慢慢骑比较好。待会呢，就要去还车了。哇，今天跟他相处了一整天了，有点舍不得啊。哦，睡着了没？啊，再来喝一杯温宜宾。哦，这个之前来跟大家介绍过，真的听过了，一定要喝一下。哦，而且它是 iKey 的，连钥匙超方便。还有像车子一样，哔哔哔，打力工 OK 的，你可以去买东西咯。好，跑一下。来，大家看一下那个跑起来的画面会不会很晃？应该是很 OK 的。有摩托车，哇，哈雷很大一台。Hello， 我又来了。我要一杯古早粉圆，一样人气香蕉油的，大杯的好了，拿个便宜啊，再给我个袋子好了，谢谢。对呀，不过夏天快过了，你们会变什么？红豆汤。对，冬天是红豆汤、花生汤。哦，然后夏天就是混宜宾。对。然后混宜宾它很多口味哦，如果还没吃过的、还没看过这边的，赶快有机会来经过试一下。混宜宾找那个可爱漂亮的老板娘。谢谢，干木呢？谢谢啊，拜拜，拜拜。好，继续跑起来。不能让这台车子离开我的视线太久，因为这台是寄卖的，不是我买回来的，所以我要特别小心。靠底下破坑，靠底下。啊，靠底下个破坑啊，我做啊。这都。我这个口袋呢，有点破洞。我这口袋刚好破洞，啊，缝了好几次吼，都没有缝好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它的口袋已经缝到不能缝了，越缝那个越浅，有没有？口袋就越缝越小，越缝越小，然后里面空间越来越小。它这是用古早味那个香蕉油，哦，太赞了，各位！你看哪边都可以吸，只要有铁都可以吸，你看很好玩吧？而且要防水，下雨天完全不用担心。如果你想要买一台入门的运动相机，真心推荐 Go Ultra， 完全不用去想其他的了，又小又方便，然后又不会说很有那种出去拍会让人家一直看你那种存在感，而且甚至比如说你想要一个主观镜头，哦，我有吸一个那个磁吸的吊绳在胸口这边，来这样扣一下，有没有？这样走路，马上又换一个镜位，再欣赏一下这台车吧。反正它就是很好玩呐，这台相机就是这么多变。这毕业哈，从小喝到大。OK， 继续，够了，好走。要回去还车之前呢，来去海边再晃一下吧，来帮这台车用 Go Ultra 拍个美照。Go Ultra 不只是人录影哦，它还能拍照哦，而且它拍照还蛮厉害的，还有很多种拍照的滤镜模式哦。会员在这里 ，OK，
它尾声它也蛮酷的。这样。哦，对，这个哈雷这个仪表控制键在这边，啊，要归零，129.8，长按住，哎，归零了。好，这样子车主才知道说大概要多久要加油，用这个来判断了。它一桶油大概抓150公里。啊，太好了，没什么人。注意哦，好，来帮这台车拍个美照吧。OK， 各位，还有一个很棒功能要跟大家介绍一下。一般你们看这画面16:9，那这个相机呢，只要把它转过来，就变9:16，就像这样，这样就变9:16了。把它转一下，就变直视的。你要上传 IG、FB 或者是 YouTube 的 Shorts 短片都很方便。而且这个 Action Pod 的这个行动舱呢，即时的画面也会变成9:16的，它会跟着转过来，很棒吧？所以这台车，所以不是这台车，所以这个相机呢，虽然迷你，但是功能很强大，就像它的精神标语一样，小而强大。那当然，在哈雷我很想把它买回来，但是因为这个车毕竟比较贵一点啦，而且我的客群目前都是属于比较新手比较多，所以一般会买这个车都是老手，或者是说比较经验的人会比较下得了手。毕竟车价不便宜，一台50几万。再来哈雷保养也不是很便宜，所以要买这个车也要点心理准备啊。但我觉得这一切呢，只要一个字就够了，帅就好了。够喽，还车喽！哦，对了，如果你要用遥控的方式一键开启的话，你要去快速辅助那边设定参数。像我拍的是4K 30帧嘛，它最高可以到4K 60帧，但是在4K 60帧又没有 HDR 模式，这个也是大家要注意的地方。总之呢，你要用到遥控器这种快速一键开启的功能，要去快速辅助那边设定你要的参数，这样拍出来才会是你要的规格。哇，夕阳无限好啊！像我平常拍的都是4K 30帧的模式，那4K 30帧我觉得看起来比较接近人眼的那种流速感啊，就是你在骑车的那种感觉。那60帧的话，可以放一些慢动作镜头，像我待会呢就要把这颗小小的镜头把它粘在旁边，然后看有没有捕捉到，譬如说小朋友看这台车的神情，然后把它放慢动作，因为60帧就可以放慢动作。虽然它没有支援到 HDR 模式，但我觉得有这个效果就很赞了。这边是路人看的地方 ，OK。都没多看一眼，哈哈。好，接回来，这个装好之后要左右摇一下，确定它两边都卡进去了，这样就没问题了。因为它这个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光差啊，但是按一下就 OK。哎呦，时间做的刚刚好，快5点了，真的是跟这台车相处的时间把它用得淋漓尽致，1秒都没有浪费掉。我现在下班时间车最多了，来街道好好巡礼一下，让这个声音呢成为行动的荷尔蒙。哦，到了，哇，真是过瘾的一天啊！好的，各位，你们现在看到画面是 Pure Video 超级夜景模式。现在这个地下室蛮暗的啊，我透过荧幕看是蛮亮的。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，要跟这哈雷48说拜拜了。他今天陪我度过了很愉快的一天，很充实的一天，很开心的一天，让我的耳朵怀孕了一整天。那声音真的超美妙，超好听。我觉得以后我会常常想念他的声音。那也希望他呢能够早日找到爱他疼他的主人。今天很多画面都是经过这台 Go Ultra 拍出来的画面，你们觉得满意吗？我觉得是很满意啊！我最近这一年都是用Insight 360加的产品，从 X4、X5 到 S Pro 2到这台 Go Ultra， 我觉得用起来的整个体验都非常满意，而且他们家配件都超级齐全。有空呢，各位可以到他们家的商城去逛逛，你们就知道多齐全了。像这台 Go Ultra 还有支援那个帽子的帽夹夹住，还有胸口这边嘛，反正你们想得到的配件，他们几乎都有。
最近有想买运动相机的朋友，这台 Go Ultra 呢，真的是可以考虑，真的是 CP 值很高的一台运动相机。我觉得它根本就是革命性的产品，应该是我今年看过最棒的一台运动相机。好，我把那个购买链接放在下方，有兴趣的朋友就买起来了。好，那这一集差不多到这边了，之后再跟大家介绍更多好车喽。下期见了，各位，拜拜。我真的觉得白牌挡车有白牌的乐趣，黄牌有黄牌乐趣，红牌有红牌乐趣。每一种脾气的吸数的乐趣真的都不太一样，所以大家说什么先从白带、黄带、红升级，真的你都要感受过、骑过了，你才会知道自己最想要哪一种。我这几年骑下来新的就是每一种牌呢，白、黄、红各来一台。安利雄厚，今天跟这台小小相机相处一整天呢，我觉得它大小跟我这个胎压侦测器大小好像差不多，真的很神奇啊！这个在几年前不要说几年前，在几个月前也想不到说会出台这么四四方方的，然后功能这么强大的，这太厉害了。对了，它还有支援2倍无损画面裁切放大，那只猫咪很可爱啊，哈哈。OK， 魔戒关机。